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极境之美，我是 Melvin。那在本期的极境之美当中呢，我本来是想要和大家讨论一下关于自由的边界的问题的，但是因为这一周正好在美国发生一个还蛮大的新闻，就是关于路易吉枪杀了联合健康保险公司的 CEO 布莱恩汤普森的这个事件，所以因为网络上的舆论也非常多，所以我就想说把这一期的内容稍微修改一下，也和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个关于正义的问题。那我可能会想要提问的问题就是正义是否可以违法？那杀人可以是正义吗？那在开始本集的讨论之前呢，我先简单的和大家 debrief 一下这一个事件的基本情况。那就是在本周的时候呢，26岁的路易吉在曼哈顿枪杀了United Healthcare， 是一个美国很大的健康保险公司的 CEO Brian Thompson。然后根据警方的调查呢，路易吉在行凶前曾经留下手写的3页宣言，他谴责美国医疗保险体系以利润为导向而忽视了患者的福祉。那在案发后呢，他被捕时也发现他携带了一把非法的幽灵枪和多张伪造的身份证。那在网络上的舆论非常的分裂，有一部分人认为无论他的动机多么的正义，杀人都是不可以接受的暴力犯罪。那另一部分网民呢，就把他视为对抗贪婪的资本主义的悲剧式的英雄。更有一部分人呢，因为他俊俏的外表，称他为 Gen Z 刺客，将案件娱乐化，甚至是浪漫化。那这起案件呢，也挑战了我们对正义和暴力的根本认知。什么是正义？正义是否有极限？当正义与法律冲突时，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那今天呢，我想要从哲学、心理学、历史和甚至是社会学的多个视角来出发，试图回答一下这些问题。那就是什么是正义？正义是否有一个普遍的标准？在冲突中，暴力是否能被正当化？历史当中又有哪些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呢？那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又该如何思考正义与行动的关系呢？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关乎一时的社会舆论，他们还涉及到很多学科一直以来这些学者的一个永恒的辩题。那今天我们就试着从多个角度来探讨一下这些问题，并试图找到一条更理性的思考路径。关于正义的哲学讨论其实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时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最早深入探讨这一核心概念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为后世的正义观提供了基石，并在不同的时代中不断的被重新解释。首先，柏拉图他在《理想国》当中描绘了一个由3个阶段构成的理想社会，这3个阶段就是统治者、守护者和生产者。他认为正义并非仅仅是法律层面的规范，而是一种灵魂内部的和谐，体现于每个人安守本分，履行自己的角色，而不越界干涉他人的职责。他曾经在这本书里面写过，正义是一种内在的秩序，是灵魂和社会中的和谐。那么如果从个体层面来理解这一个问题的话，在个人层面，正义就是一种灵魂的平衡，而当理性、情感和欲望3个部分各司其职时，个体便达到了和谐。那如果从社会层面来思考的话，他会认为正义是一种结构的稳定，每个人遵守自己的职责，社会便能运行良好。所以关于这个事件，从柏拉图的角度来看的话，路易吉的行为其实是挑战了法律与社会的基本秩序的。他的行为即使动机是纯粹的，那就是他是想要抗议医疗体系的不公，但以暴力的方式破坏了整体的和谐。柏拉图可能会质疑说，路易吉的行为
是不是真正的提升了社会的整体秩序，还是它单纯的只是一种个体的情感发泄。比如说在柏拉图的设想当中，如果统治者不去履行他的职责，比如说在这一个案例里面，这一位 United Healthcare 的 CEO 他被视为的角色，它应该是由整体系统内部的其他机制来进行纠正，而非由个体去逾越制度界限，以暴力的行为来加以干涉。那再讲到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尼格马可伦理学当中进一步具体化了正义的概念，他把它分为2个主要的方面。第一个方面叫做分配正义，它是关于资源的公平分配，根据每个人的能力、贡献和需要来分配利益的。而第二个部分呢，叫做矫正正义，它是关注在矫正不公平的行为，包括通过惩罚或补偿来恢复平衡。那亚里士多德也强调，正义的核心其实是所谓的平衡，过度的偏向或者缺乏都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像他就认为正义是一种中道，是利益与损害的恰当平衡。那再回到路易吉的这个案件来看，从亚里士多德的视角，我们可以分析路易吉的行为对正义的影响。首先是关于分配正义的，那这个健保系统的系统性的压迫可能会被视为是分配正义的破坏，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均，导致弱势群体难以获得公平的健康权利。那路易吉的声明确实是控诉了这种不公，试图将焦点引向那些被忽视的弱势群体。但是在矫正正义这一个方面呢，路易吉的手段又可以被视为他对矫正正义的一种非常极端的表达。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它是一种矫正正义里面的试图用惩罚来恢复平衡，但是亚里士多德可能还是会质疑他的暴力行为是否真正在社会中恢复了平衡，或者他是不是激化了矛盾，造成了更大的不和谐。比如说，如果这个健康保险的问题是制度性的，那路易吉的个体行为可能是最终还是无法撼动整体结构，反而他的行动可能会加剧舆论的分裂，甚至是为更多的暴力行为来提供错误的合理化依据。那到了启蒙时代，哲学家们就将正义与自由作为思辨的核心议题，他们探讨了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并为后世的正义观奠定了理论基础。约翰·洛克被称为自由主义的奠基者，他认为政府的合法性是来自于社会契约，政府的首要职责呢是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比如说生命、自由与财产这些课题。洛克的理论强调，当政府未能履行这些责任的时候，人民就有权利反抗。他在《政府论》里面写道，当暴政侵犯了生命、自由与财产时，反抗即是天赋的权利。所以在这一个案件里面呢，洛克的思想反而是最有可能可以支持路易吉的行为的一个理论基础，因为他们或许会认为，这个健康保险公司作为一个追逐利益的医疗巨头，通过高昂的保费和不公平的政策剥夺了人民的健康权利，而这正是一种制度性的暴政。从洛克的角度，路易吉的行动可以被视为针对这种压迫的必要反抗。另一位哲学家卢梭进一步强调了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他在《社会契约论》这本书当中提出，真正的自由并非个体的绝对自主，而是遵循法律所代表的公义。他也写道，真正的自由是服从法律的自由，因为法律代表了公义。卢梭认为，只有当个人的行动符合集体的最大利益时，它才能被视为正义。因此，个人的行动可能会脱离法律的框架，威胁了公共秩序，从而违背了正义的原则。从卢梭的角度来看，路易吉的行为可能是缺乏集体层面的正当性的。如果每个人都仅仅是以个人的判断来取代法律，那么公共秩序将面临崩溃的风险。卢梭会问，
路易吉的行为是否真正代表了公义，还是仅仅是个体的情感的宣泄呢？而下一位哲学家康德，他以伦理学中的绝对命令的这一个概念著称。他认为真正的正义来自于符合普遍道德法则的行为。康德提出了如下2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叫做普遍化测试，就是去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正义，取决于它是否能被普遍化。比如说，如果每个人都是以路易吉一样的暴力来挑战不公，那社会是否还能维持稳定？第二个原则就是所谓的人性原则，也就是说人类不能被视为手段，而应该是目的本身。这意味着杀戮无论动机如何，其实都违背了尊重人性的核心。那康德可能会觉得路易吉的这一种行为呢，是因为暴力本身无法被普遍化的一种道德准则。同时路易吉的行为呢，也将汤普森作为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那这与康德的这个道德哲学是完全相悖的。那下一位哲学家黑格尔的正义观呢，就更强调历史的发展和自由的具体化。他认为正义是历史进步的一部分，是自由的精神在现实世界中的实现。黑格尔认为历史中的冲突，比如说一些革命的行为呢，可以推动正义的实现，但这种冲突必须具备所谓的逻辑性，它是不是真的能够最终通向更高阶段的社会和谐？所以从黑格尔的视角，路易吉的行为是否真的有推动历史的进步，还是仅仅是一次短暂的历史的倒退？他可能会认为真正的正义应该是在制度层面上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依靠个人的极端行动。下一位哲学家尼采呢，他挑战了传统的善恶二元论。他在善恶的彼岸中提出，正义不应仅仅是既有的道德规范，而应该是强者对新价值的创造。尼采会认为现有的道德规范往往是弱者为约束强者而创造的。在这个框架下，路易吉的行为或许可以被解释为对腐败系统的一种挑战，是对新价值的一种呼唤。但是尼采也强调，真正的超人是以创造为核心的，而非通过暴力去破坏旧有的秩序。那路易吉的行为呢，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发泄，而非真正有价值的创造和重建。那到了存在主义阶段呢，我们就会看到加缪他在探讨荒谬与反抗的关系。他认为人生本质上是荒谬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反抗这种荒谬来创造意义。比如说，加缪认为反抗不应该伤害他人，而应该是对荒谬的理性回应。他说，真正的反抗不是用暴力推翻他人，而是让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声音。那加缪也可能会同情路易吉对不公的愤怒，但是他也会理性的去提醒他，真正的反抗不应该通过暴力伤害他人，而应该是通过创造性的行动来挑战制度。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文学和戏剧作品当中讨论的正义与暴力。那首先呢，我们来讨论一下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当中讨论的复仇与正义的纠葛。哈姆雷特为父报仇的动机看似非常正当，但他选择以欺骗和暴力的形式来回应，最终导致丹麦宫廷的毁灭。他的行为其实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正义，反而引起了一场更大的悲剧。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这句经典的台词也反映了哈姆雷特在行动前的深刻挣扎。他知道复仇可能摧毁自己，但他仍然无法抵抗内心对正义的渴望。这种内心的矛盾也完全存在于路易吉这样的行为当中。他的枪击行为是基于情感的驱动，还是理性的抉择？在哈姆雷特当中，莎士比亚会质疑复仇是不是真的能维护正义？而对于路易吉的行为，我们同样需要问他的暴力行动是否能修正社会的不公，还是只是单纯的引发更多的仇恨与混乱呢？
下一个作品，我们来讨论一下雨果在《悲惨世界》中通过冉阿让的故事揭示了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冉阿让偷面包的行为呢，是违背了法律，但他的动机却源于道德，是为了家人提供生存的基本保障。所以我们可以一直都看到冉阿让的经历提出了一个永恒的问题，那就是当法律不公平时，我们是否还应该遵守它？雨果的叙事同时也挑战了读者的正义感。如果法律没有办法保障基本人权，违法的行为是否能被视为正义呢？那路易吉的行为是否可以类比为冉阿让式的道德越界？一方面他试图替弱势群体发声，另一方面他的手段却无法避免法律和伦理的谴责。这种纠结的情感，他的作品也是从雨果想要试图通过他的作品提醒我们，其实正义的实现往往需要兼顾情感与制度。那我们再来回观一些历史事件的暴力正义的实践与后果。第一个，关于法国大革命。其实法国大革命它是以自由、平等、博爱来作为口号，来试图推翻专制，建立平等社会。然而暴力手段最终却引发了恐怖统治，革命的领导者们也陷入了彼此的迫害。那大革命呢，其实展示了暴力作为正义工具的一个很大的局限性，就是它可以在短期内去推翻旧有的体制，但随后的权力真空和恐惧很有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混乱。那关于更小的像这种路易吉的个人行为，他是否也有可能会陷入类似的逻辑呢？他的暴力行为是不是真的能推动医疗系统的改革，还是他单纯只是会成为一个孤立的事件，无法改变结构性的不公？那也是我们在之后的发展当中需要去关注的。相比之下，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抗争就又为正义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他是通过大规模的和平抗议来推动了民权运动，并成功推翻了种族隔离的政策。那马丁路德金他认为暴力无法带来持久的正义，他说非暴力的真正力量在于它可以直指不公，却不增加仇恨。那如果路易吉他是选择以非暴力的形式来抗议 United Healthcare 的运营模式，他的行动是否能引发更多的社会共鸣？非暴力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耐心，但它往往更能够带来持久的变革，而这样子的变革呢，可能也是更稳固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当代心理学当中的一些正义与情感的交织。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在他的一本书《道德基础理论》中指出，人类的正义感多数来自于情感驱动，而非纯粹的理性计算。他认为情感，特别是愤怒这一种情感，往往会成为人们对抗不公正的重要动力，但也可能会导致失控的行为。愤怒是一种快速直观的情绪反应，当人们目睹不公时，愤怒就能够促使及时的行动。海特认为这种情感反应是进化的产物，用于快速的对抗威胁。比如说早期的人类在面对一些群体当中的背叛行为的时候，他们也会很快的产生这种愤怒的情绪。但是在现代社会当中，愤怒不一定总能带来正确的判断，反而很有可能会引发过激的行动。那海特也警告说，虽然愤怒能驱动正义行动，但它也容易带来偏见和短视，让人无法全面的评估后果。比如说路易吉或许会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为他们发声，但他的行为可能无法真正改变制度性的压迫。所以其实我们去看这个路易吉的行为，他是否能够更多的受到情感的驱动，而非基于理性的长期考量，也是心理学当中常见的道德愤怒表现出来的结果。可能是一种自认为站在正义高地的冲动行为，而这种道德愤怒在短期内可能会激发行动，但其后果未必是积极的。所以也是其实正好路易吉的这一个案件，他的愤怒行动，他的复仇行动是符合大多数人的
意见的，就是很多人都对医疗健保体系感到不满，所以可能会有很多人支持他。另外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心理与生理上的互动，就是压力与暴力的催化剂。我们可以看到，当人处于极端压力中，比如长期目睹或经历不公平的现象，压力激素比如说皮质醇，它的分泌呢就会影响大脑的运作，这不仅增加了冲动行为的可能性，还可能让个体更难以进行一些长期的计划。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推测出路易吉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应该是在非常愤怒和压力的情况下所以做出来的。我们目前还无法判断他的心理健康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推测这可能并非完全是一个理性的行为，它也并不一定是完全的为了为少数群体发声而做出的这样的行为。而社会心理学也有一些研究显示，长期处于社会不平等中的人群更容易爆发情绪性的暴力行为，因为这些行为被视为唯一可行的发生方式。另外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一些经济学上的启示。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他认为，正义的实现需要通过制度改革，而非单一的行动。他在《正义的观念》这本书中指出，社会的不平等通常导致人们的行动失去长期的视野，仅仅聚焦于短期的结果。那路易吉的行为很有可能就是这种短期反应的例子，就是他试图用暴力来揭露这个问题，让这个社会更多人可以看到这个问题，但这是否能推动制度的改变，还是需要一点质疑的，就看后面有没有更多的社会群体或者是政治人物，他们愿意去关注这个问题，来做出更大规模的改变。那社会学家艾米丽·图尔干呢，他也提出法律的作用是维持社会的凝聚力，而暴力的行动往往会威胁这一凝聚力，因此即使是出于正义的暴力，也可能在实践中去破坏整体的社会秩序。与此同时呢，法律本身也很有可能就是压迫的工具本身。比如说某些法律的条文虽然它看起来很公正，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当中会加剧弱势群体的困境。而在这种背景下，路易吉的这种暴力行为是否能成为这样一种警示信号，迫使制度来进行反思，来做出更大规模的法律改革，也是我们后续需要关注的问题。那综合以上所有的观点呢，我认为正义还是需要多维的辩证的。但哲学就告诉我们，正义需要兼顾道德与秩序，但不能以牺牲人性为代价。那一些文学作品和历史事件也提醒我们，暴力可能会带来短期的冲击，也会让更多人去意识到、去关注到这些问题。但从长远来看，这个行为本身可能会产生更多新的不公。那心理学和一些其他的交叉学科也会提示我们，正义的选择其实很容易受限于情感与生物的本能，但我们也可以试图来通过更多的教育、更多的知识和更多的自我反思来实现更高层次的自由。那最后呢，我想说，正义是否可以杀人这个问题，我觉得或许可能没有固定的答案，但我们需要问自己，在追求正义时，我们是否正在伤害他人，甚至破坏我们试图捍卫的价值。正如加缪所说，真正的正义既不沉默，也不喧嚣，而是能在荒谬中找到对话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这一个问题，我可能目前还没有更多的答案，但是我会更愿意、更希望可以有更多公平和开放的对话，来让更多的人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找到自己属于自己内心的那个答案。那这一集就先到这一边，是一个我觉得还蛮沉重的课题。
那我还是很希望可以听到你们的看法。如果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更多感兴趣的内容的话，请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那我也会很乐意来跟大家讨论更多的内容。那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还没有关注这个频道的话，麻烦帮我订阅、点赞和分享给你的朋友，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鼓励，也会激励我去做出更多有意义的内容来和大家一起讨论和对话。那就谢谢你的陪伴，我是 Melvin， 那期待我们下一集再来讨论自由的边界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谢谢大家，拜拜。